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隐藏在全球经济表面之下，却极度致命的系统性疾病。说真的，很多人以为企业之间的延迟付款，也就是我们商场上常说的拖欠货款，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商业摩擦，或者只是行政手续上的延误而已，对吧？但其实这是一个足以引发连锁破产效应的经济毒瘤。今天我们就要来彻底拆解这个高达兆元级的潜在危机，并且带大家看看现代科技与密码学如何为这个困扰人类数百年的古老问题提供一个不可思议的解决方案。根据权威机构的深度调查与研究指出，延迟付款正是导致企业破产的头号原因。我们必须先厘清一个非常残酷的商业事实，在现实中，很多公司在账面上明明是获利的，他们的产品卖得极好，市场需求也很强劲，但他们最终却无预警地倒闭了。你仔细想想，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就是现金流断裂。当大企业或大型客户不断拖延付款时间，这等于是无情地榨干了中小企业的现金储备。这不仅仅是晚几天收到钱的问题而已，这其实是一场剥夺企业生存权利的无声屠杀。因为企业每天都必须支付薪水，必须支付房租，必须购买原物料，这些刚性开销一天都不能等。当现金流的咽喉被掐住，即使是体质再优良的企业，也会在瞬间崩溃。今天的知识拆解，我们会沿着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路径前进，重点分为5个部分。第一，延迟付款的传染病；第二，债务循环的魔法；第三，密率瓶颈的现实；第四，流动性乘数效应；最后第5个部分，区块链的终极救援。我们会从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痛点开始讲起，深入探讨网络图论演算法，最后解析现代密码学如何重塑全球商业的信任机制。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进入第一部分，延迟付款的传染病。这是一种系统性的资源消耗。我们必须先为今天的讨论奠定一个基础认知，那就是真实商业世界中的环境远比我们一般想象的还要严苛。延迟付款早就已经不单单是2家公司之间的私人恩怨了，它已经演变成一种系统性的资源消耗。这种现象就像病毒一样，在整个供应链网络中快速蔓延。一家公司收不到钱，就没有能力去支付下一家公司，最终会拖垮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效率。根据2024年的最新欧洲商业数据显示，企业间的平均实际付款时间已经被无限期拉长到了60天左右。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合约上最初同意的付款条件通常远低于这个数字，也就是说，买方单方面甚至带有强迫性地延长了付款周期。这多出来的时间，实质上就是买方在强迫卖方提供无息贷款。你在脑海里想象一下这个情境。一家小型制造商出货给一家大型的科技巨头，科技巨头却说要等60天才能拨款。在这漫长的60天内，小型制造商必须自己咬牙承担所有的资金成本与通膨压力，这对他们来说绝对是非常沉重的打击。这种恶意的延迟付款行为会带来4个毁灭性的连锁效应。第一，它会直接耗尽体质脆弱企业的现金储备，让他们失去抵抗风险的能力。第二，它会严重消耗劳动生产力，因为企业必须花费大量的人力成本去催账，去管理这些迟迟无法入账的应收账款，这些全是毫无产值的行政消耗。第三，实务上甚至会演变成一种勒索情境，买方一开始可能只是推脱，说资金有点紧，晚点付，接着就会得寸进尺的暗示，如果你想要我现在立刻付款，那你得给我一个折扣。这对供应商来说，无疑是非常不公平的剥削。最后第4点，这种恶劣的商业环境会变成一种系统性的市场进入障碍，这会让资源相对匮乏的新创公司根本无法生存，整个市场最终只会被少数拥有庞大现金流的巨头给无情垄断。
既然面对如此庞大且错综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我们就需要一种典范转移级别的解法。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债务循环的魔法。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我们来看看爱丽丝、鲍勃与查理的故事，借此带出今天的主轴——多边贸易信用抵销机制，英文简称 MTCS。我们现在先建立一个最简单的微观模型。我们假设现在市场上只有3个人。步骤1是爱丽丝欠鲍勃2块钱，步骤2是鲍勃欠查理2块钱，步骤3是查理又刚好欠爱丽丝1块钱。在传统的运作逻辑里，如果大家手头上刚好都没有现金，这3笔债务就会彻底卡死，成为动弹不得的死账。但是如果你今天具备了上帝视角，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存在一个隐形的债务循环。在这3个人之间，其实有1块钱的债务是可以互相抵消的。只要透过多边抵消机制，爱丽丝、鲍勃和查理每个人账面上的债务都可以奇迹般的减少1块钱。而且最神奇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完全不需要任何1块钱的真实货币在他们之间流动。这就是债务循环的魔法。不过问题来了，现实中的企业不可能拥有这种上帝视角。爱丽丝根本不知道鲍勃和查理之间也有债务关系，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企业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面对成千上万家企业交织而成的庞大商业网络时，我们绝对不可能靠人工去慢慢寻找这种债路回圈。因此，我们必须依靠电脑科学中的最小成本最大流演算法。这个演算法的逻辑非常巧妙。我们假设系统里完全没有真实的货币，然后我们在演算法中创造一个虚拟的资金来源，以及一个虚拟的资金汇出点。演算法会将这些虚拟货币注入这个商业网络，把虚拟货币像水流一样顺着债务的管道推挤，直到整个网络的债务达到完美的平衡，最后再把这些虚拟货币抽走，留下来的结果就是那些自然抵消掉的债务。透过这个强大的数学模型，我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精准清算出最庞大、最复杂的债务循环。重点来了，我们进入第3部分，幂律瓶颈的现实。刚刚谈的数学理论听起来非常完美，但真实世界的商业网络往往充满了混乱与极度的不规则。当我们把这套完美的演算法套用到真实的经济体系中时，我们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现实考验。理论终究必须面对现实数据的残酷检验。国外的研究团队取得了一家意大利税务处理公司的真实发票数据，这份数据包含了高达45000家企业、数百万笔的交易记录。当团队把演算法实际跑在这个国家级的商业网络时，出来的结果非常令人震惊。演算法最终只清算了大约11%的总债务。虽然说11%对整体经济而言已经是一笔非常巨大的金额了，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是50%？为什么不是80%？为什么堪称完美的数学在现实中只发挥了11%的威力？我们必须像侦探一样，找出系统中的瓶颈到底藏在哪里。其实答案就隐藏在网络拓扑学之中。我们在实验室里建构的理论网络模型，节点之间的连结通常是相对均匀分布的，这让大型循环很容易被清除。但在真实世界中，无论是意大利的企业网络、肯亚个乡村经济，甚至是微观世界里酵母菌的蛋白质交互作用，它们都遵循着大自然的一项基本法则，叫做幂律分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标度拓扑。这种结构最大的特征就是富者掠富，新加入的节点总是倾向于连接那些已经拥有大量资源的超级节点。这就好像在一个小镇上，所有的杂货店、小工厂最终都会无可避免地与镇上唯一的一家大银行或大超市产生交易连结。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在真实的商业网络中，少数几家超级跨国企业成为了网络的绝对枢纽，而数以万计的微型企业则像是卫星一样紧紧围绕着它们。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债务循环中，可能同时包含了一笔高达100万的巨额债务，和一笔只有50元的微型发票。
根据演算法的严格限制，债务抵消的额度绝对不能超过这个循环中金额最小的那笔债务。也就是说，那笔微不足道的50元发票，就像是一个超强的刹车皮，狠狠地掐住了那笔100万的债务流，让大笔资金动弹不得。这就是为什么仅仅依靠网络内部的自然抵消，极限就只能达到11%左右。既然我们找到了病因，接下来就要寻找真正的解药。既然大自然的幂律法则限制了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对吧？我们进入第4部分，流动性乘数效应，来看看我们如何骇客化整个系统。我们必须主动介入，去打破这个结构性的瓶颈。这就带出了突破瓶颈的最关键策略——工程化流动性。这是一种结合了高端金融工程与网络科学的强大手段。我们继续聊下去，到底什么是工程化流动性？说穿了，就是在原本封闭卡死的债务网络中，人为地加入一个全新的参与者，并赋予它真实的且大家都愿意接受的价值。这个价值可以是银行体系里的法定存款，可以是企业间谈好的共同信用额度，甚至可以是现代的加密货币。只要网络中的参与者愿意接受这个资产来偿还债务，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强制打通那些被小额发票卡住的瓶颈。这就像是给生锈卡死的巨大齿轮滴入最高阶的工业润滑油一样，让原本僵化的债务链条能够瞬间重新高速运转起来。透过实体体验与数据模型，我们发现了一个极度违反直觉，但却无比强大的乘数效应。我们来看这3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在完全不注入外部资金的情况下，系统只能清算11%的债务。但是，只要我们向这个网络注入区20%的流动性，整个系统被清算的债务比例居然会暴增到将近50%。你没听错，只需要一点点的外部润滑剂，就能解锁庞大无比的屎账。如果注入100%，当然就能清除100%，这就是网络效应最迷人的威力。一点点的资金就能在复杂的企业网络中流转无数次，解开无数个死结。这意味着我们根本不需要准备1:1的资金来解决债务，我们只需要懂得运用杠杆的智慧。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同时混用美金、欧元，甚至比特币来注入流动性，会不会造成金融市场大混乱？答案是绝对不会。根据这套机制的设计，不管你使用银行存款、加密货币还是共同信用，它们的转换风险通通是0。为什么？因为这个演算法严格遵守流动守恒定律。银行存款就永远是银行存款，比特币就永远是比特币。资金的流动行为被严格限制在各自的体系内，演算法只是利用它们作为价值媒介来抵消债务。不同种类的资产之间绝对不会发生实质的交易或汇兑。这个聪明的机制彻底保护了各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同时极大地提升了整体资金的运用效率。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的第5部分，区块链的终极救援。我们将探讨信任与隐私如何达到完美的平衡。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既然这个数学模型这么厉害，能带来这么巨大的经济效益，为什么它到今天还没有统治全世界的商业网络？其实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在于数学，而在于人性。要在现实中推动这个机制，我们遇到了最后一个也是最难跨越的一个障碍——企业隐私。而现代密码学与区块链科技正好为这个死局提供了完美的解答。其实，这种多边清算的概念在历史上一点都不新。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商人们为了避免在穿越盗贼出没的森林时携带大量黄金，他们会在商展结束后举办长达数天的银行清算日，这在当时就像是一场极具默契的大型实体编舞。商人们会互相搭着肩膀，一个牵一个，直到形成一个闭环，然后大家坐下来互相抵消账本。透过这种实体的协作，他们在没有黄金的情况下结清了庞大的贸易账款。到了19世纪，英国的银行家俱乐部也沿用了这种模式。但在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叫全球数百万家企业的财务长
全部飞到同一个广场上手牵手对账，对吧？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数位化的方式来重现这种坚固的信任机制。现代企业最大的顾虑其实很简单，如果我把我的应收与应付账款名单全部交给一个中央机构，这等于是把我的商业机密和企业命脉摊在阳光下。要知道，谁掌握了这些网络资讯，谁就掌握了整条供应链的底盘，这等于掌握了市场定价权和绝对的权利。因此，企业宁愿抱着死账走向破产，也绝对不可能把这些资料暴露给潜在的竞争对手。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中央集中式资料库模式在这里会完全行不通。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看不见数据，却能精准算出正确答案的系统，一个能让所有人心服口服，却又极度盲目的信任机器。这就是区块链与现代密码学震撼登场的关键时刻。目前业界有一种基于这个理论开发的技术协议，完美解决了这个痛点。运作方式分4个步骤。首先，企业将自己的付款意图和债务资料完全加密后上传到区块链。接着，求解器会在加密的状态下直接运行那套复杂的抵消演算法。最关键的第3步来了，系统会输出一个叫做零知识证明的密码学结果。这就像是系统向所有人保证，我已经算出了最佳的债务抵消方案，而且数学逻辑100%正确，但我完全不需要向你透露任何一家公司的真实财务数字。最后，验证者只需要确认逻辑，不需看数据。透过这种密码学机制，我们完美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市集。但这一次，没有任何企业的商业机密会被泄露，信任与隐私同时得到了最高级别的保障。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其实这整套系统不只是科技的展现，它更是在挑战我们对商业运作的根本认知。传统的旧市场教条不断告诉我们，商场如战场，一切都必须紧张，企业必须拼命囤积现金才能生存。但这种思维正是导致延迟付款危机，最终拖垮整体经济的主因。而新的典范告诉我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我们依然可以进行高维度的策略性协作。透过密码学与数学演算法的保护，企业可以在不牺牲任何竞争优势的前提下，共同解开经济僵局。这绝对不是某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这是实实在在能拯救无数企业免于破产的科学工具。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再把资金视为对抗彼此的武器，而是视为维持经济血脉畅通的资源，当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企业都能透过区块链无缝的清算债务时，全球经济的运转效率将会迎来多么巨大的爆发！这绝对是一个值得所有企业经营者与经济学家深思的问题。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延迟付款是摧毁优质企业的系统性疾病。透过图论演算法，我们能抵消隐藏的债务循环。尽管现实中存在密率瓶颈，但只需注入少量工程化流动性，即可触发强大乘数效应。最终，区块链与零知识证明，让企业在保障绝对隐私的前提下，达成策略性协作，彻底化解经济僵局。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